中秋节刚过，周星驰传来不幸消息，被称为周星驰御用配音的配音演员石斑鱼于9月17日上午在北京去世，享年66岁，将于9月20日上午11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在其去世之后，周星驰也是发文悼念，简单的几个字足可说明一切：永远怀念石斑鱼先生。对于一向不善于交际的周星驰来说，这几个字弥补珍贵。犹记得吴孟达去世的时候，周星驰还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因此遭到网友的恶评。其实周星驰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热心肠，对于外界的非议也是鲜少理会。这次公开悼念，足可说明石斑鱼在其心中的地位。世人都在谈周星驰与石斑鱼的成就，因此分成了两派。有人认为石斑鱼的优秀源于周星驰的配音，也有人认为周星驰的成名离不开石斑鱼。那么他们两人到底是谁成就了谁呢？在石斑鱼患病期间，他特地分享自己的观点，想来也是怕自己有解释不清楚的那一天。石斑鱼表示，配音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嘴唇的那么简单，还要深入地体会表演者的思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地步。如果周星驰没有很好的表演，也不会有完美的配音。简单的几句话不仅彰显了高情商，更让人体会到了配音演员的不容易。对比一线演员的表演，幕后的经典配音也是一种英雄。所以说，完美的角色是相互成就，不存在所谓的谁成就谁。石斑鱼本名石人茂，不过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石斑鱼。1958年3月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广西桂林。从小就对表演感兴趣的石斑鱼，在进入配音行业后便展现出色的才华。他的声音可以轻松驾驭各种角色，从搞笑的反派到温暖的朋友，无不游刃有余。他不仅仅是在配音，更是在通过声音传递情感，把角色的灵魂注入到作品中。这种魅力让他的声音在观众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985年开始进入配音界，师从有台湾配音皇帝之称的陈明阳师傅。他和周星驰的合作要从1990年电影《赌侠》说起。当时电影中周星驰的角色急需普通话配音，于是便有人推荐了石斑鱼。周星驰对于石斑鱼的配音十分满意，并让他继续为自己配音，于是便展开了二人的合作。他以其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声音，成功塑造了无数耳熟能详的角色。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在周星驰的多部电影中担任配音，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大话西游》中那句"你敢不敢再说一遍"，还是《喜剧之王》中充满幽默的对白，都是他配音的经典瞬间。周星驰那无厘头的表演，就跟那超级夸张的烟花似的，而石斑鱼那独特的声音呢，就像一阵超级合拍的风。这俩一结合，哇，那效果简直绝了。从那以后，石斑鱼就成了周星驰的御用配音。他那招牌式的笑声，就像有魔力一样，一听就忘不了。他配过的作品可多了，像《极道学园》《古惑仔》这些。你想啊，在电影院里看周星驰的电影，周星驰在那演的超级夸张，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这里面一半的功劳得归石斑鱼啊，他就像个隐藏在角色背后的超级英雄，用声音把角色变得活灵活现的。可谁能想到呢？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竟然因病在北京去世了，才66岁呀。在配音行业中，演员们常常处于幕后的角色，尽管不常露脸，但他们的才华和技术却不可小觑。石斑鱼自1983年起便开始从事配音工作，那个年代的配音并不像今天这样备受重视和认可，许多从业者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咬紧牙关坚持自己的梦想。正是这种对配音的热爱驱动着他们不断前行。面对着当时资源匮乏和社会对这一职业的认知不足，他们依然坚信自己的选择和努力终将有所回报。这份执着和热爱令人感到无比钦佩。在石斑鱼的职业生涯中，
他为无数经典角色赋予了灵魂，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的声音能够让人瞬间感受到角色的情感与内涵。他在配音时的细腻表现，展现了他对角色深刻的理解与极高的艺术修养。他不仅仅是在读台词，更是在通过声音传递情感与故事，带领听众走进另一个世界。这样的艺术造诣，令他在配音界独树一帜，成为许多年轻配音演员学习的榜样。与此同时，石斑鱼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他所参与的作品，更在于他为整个行业树立的榜样力量。他的职业态度和对艺术的热情激励着后来者追求卓越，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配音这一职业的重要性与价值。正因如此，石斑鱼的离去不仅是对他的追随者们的打击，也是对整个配音行业的沉痛损失。他的风格独特，个人魅力与才华并存，给后来的配音演员设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许多年轻的配音艺人纷纷表示，石斑鱼不仅是他们心中的偶像，更是他们学习与成长的榜样。他的专业精神和对艺术的追求深深感染了无数后来者。正是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前辈，才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配音演员在这个行业中不断追求更高的艺术造诣。周星驰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石斑鱼的照片，还写着永远怀念石斑鱼先生，看着就让人心里难受。还有那个官方账号发的视频，那些合影，还有石斑鱼说的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又到了讲拜拜的时候了，拜拜我走先。听着这话，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这一走，就留下那些经典的配音作品了。不过每次我们再去回味的时候，还是能感受到他的魅力。在社交媒体上，许多影迷纷纷发表感言，怀念这位声音艺术家的贡献。有的人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听到他配音的感觉，仿佛那些经典台词依然在耳边回响。也有人分享了与他工作时的点滴，感慨万分。石斑鱼不仅是杰出的配音演员，更是一位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的人。在合作过程中，他总是热心传授经验，乐于帮助新人成长。石斑鱼虽然走了，但是他的声音就像刻在我们脑子里一样，忘都忘不掉。他的配音就跟那些特别好听的歌似的，时不时就在我们心里响起来。他就像一颗特别亮的星星，虽然现在不发光了，但以前的光还在我们心里照着呢。那些他配过音的角色，就像他的小跟班，带着他的声音到处跑。我们怀念他，不只是怀念他的声音，更是怀念他对配音的那份热情和执着。尽管石斑鱼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声音将在我们的记忆中永驻，他的作品将继续陪伴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影迷将看到他的成就，并为此感到自豪。对周星驰的电影来说，石斑鱼的离去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声音将不再出现，但同时也提醒我们珍惜那些曾经带来欢笑与感动的时光。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石斑鱼所传递的声音和情感将继续启发我们追寻梦想。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习到，对待艺术要用心，以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角色，去赋予他们生命。最后，愿石斑鱼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发光发热，继续用他的声音感染更多的人。对我们来说，他的离去是一次巨大的遗憾，但留下的作品将成为永恒的经典。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声音的传奇，也向所有在幕后默默奉献的配音艺术家致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能够继承他的精神，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声音世界。感谢石斑鱼，您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也将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希望大家在追忆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行。